爷爷摆弄着小脑袋，正在和瑞宝、辉宝玩耍，不知道将爷爷头摇得晕不晕。今天瑞宝和辉宝给身上造得脏兮兮的，姐妹俩趴在小滑梯上望着彼此，简直不要太可爱。辉宝觉得自己离姐姐有点远，还给自己往前挪了挪身子。瑞宝看出妹妹的意思，也主动迎合着妹妹向前爬了爬。姐妹俩有点相互奔赴的意思，简直不要太可爱。而此时爱宝正在吃竹子，一口接着一口，看着爱宝这大口大口咀嚼的样子，就知道今天竹子很可口。没一会儿，一个小脑袋从竹子堆里探了出来。有依依能认出这是谁来吗？先给大家排除一个错误答案，不是福宝。看鼻子上这个圈圈，是辉宝没跑了。上一秒姐妹俩还在好好的玩耍，等依依再回来时，姐妹俩便又打闹了起来。姐妹俩躲在小树后面给自己打掩护，不过辉宝看上去精力更旺盛一些，看来辉宝这是逐渐适应了室外园区的生活，而眼前的南天竹却遭了殃。而今天瑞宝就显得文静了许多，小手握着观景烛，小心翼翼的观察。而此时宋爷爷正在室外园区陪着福宝，用手机记录着福宝玩耍的样子。随着天气开始变晴的原因，福宝的园区的雪也融化的差不多了。从爱宝这个小动作上，居然看出了吃醋的意思。瑞宝、辉宝每天都趁妈妈体检的时候来混小零食，时间久了，爱宝不乐意了，自己吃的小零食都变少了，所以爱宝在体检时给瑞宝、辉宝顶开，自己霸占了整个体检窗口。看瑞宝、辉宝这不服气的样子，姐妹俩的反骨真是越来越重了。眼看撼动不了妈妈的 C 位，姐妹俩改道钻到了护栏下面。姐妹俩咿咿呀呀的叫爷爷给自己也喂一口。爱宝防止瑞宝、辉宝给自己的小零食吃掉，爱宝张大嘴巴提醒奶爸别放错地方。一会儿出门营业，将爷爷这里找来一个好玩的，是一根大号的雪竹子。这根雪竹子高到画面都要放不下了。姨姨们以为将爷爷这是要学宋太公钓熊，结果将爷爷对姐妹俩讲说是给妈妈的，让姐妹俩不要动。爷爷将竹子插在了小亭子上离开，姐妹俩才不听呢。瑞宝坐在小树上，刚好能碰到竹子，瑞宝直接给竹子拉到自己的身边，毫不客气的开吃，这样吃竹子更加美味，因为这和在树上采摘野生竹子没什么区别。瑞宝连续几次的采摘，给上面的竹叶全吃光了。等爱宝回来时，就只剩下一根竹竿了。晚上姐妹俩吃完奶，辉宝这里猛地站起身，查看爷爷手里还有没有小果果时，发现辉宝的身高已经达到爷爷的肩膀了。姐妹俩真的在暴风式成长呀！而为了弥补爱宝没有吃到自己特意准备的那根竹子，给姐妹俩喂完奶后，将爷爷单独给爱宝进行了一场舒适的按摩。当然，爷爷也不能忘记他的宝贝女婿乐宝，在奶爸按摩时一直蹭来蹭去，这说明自己的按摩手法得到了乐宝的高度认可，这给爷爷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。妹俩今天上午有了小糖以后是玩开心了，但老宋头和圣西姨母这里可有活干了。为什么爷爷不干了？是因为爷爷官大吗？这倒不是，因为爷爷跑去釜山给福宝做宣传去，走之前特意嘱咐了老宋头和圣西姨母，所以园区现在只有老宋头和圣西姨母。看老宋头给瑞宝的小躺椅清理的多仔细，扫帚扫不出来的东西，老宋头直接上竹子弄不出来就直接用手抠，反正高低得给瑞宝的小躺椅弄得干干净净的。而瑞宝和辉宝这里只需要踏实睡觉就够了。圣西阿姨收拾完竹子后，也来给老宋头帮忙。两个饲养员清理的都很仔细，没有偷懒的迹象，每一个角落和缝隙，不论游客能不能看到的地方，他们都有在好好清理。老宋头这次竹蟹准备的属实有点多了，清扫好一会儿才给其收成一堆儿。最后，圣西阿姨负责拿着垃圾袋，老宋头负责铲。而姐妹俩就这样一直睡，直到爷爷和姨母给自己的小躺椅完全收拾干净，姐妹俩才从小树上下来，来到了自己的小躺椅上，吃爷爷刚才给自己准备的小零食。小零食吃完，姐妹俩去到了小滑梯上的小躺椅上，一个躺在小躺椅上，一个躺在树杈中。姐妹俩这模样好生可爱，看彼此的眼神都要拉丝了。宝看瑞宝好吃竹子，瑞宝好惬意啊！爱宝瞬间觉得自己手上的竹子不香了，他倒要尝尝小女儿吃的竹子和自己的是不是不一样。贪吃的爱宝拿来吧你！打算抢来爷爷手上的竹子吃吃看。这天瑞宝跨坐在木头上玩，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阵吧唧嘴的声音。瑞宝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妈妈爱宝正在小床上吃竹子，这可馋坏了瑞宝。瑞宝上班一天了，还没好好进食呢，这一饭可不能让妈妈都吃完了。爱宝眼前的竹子都堆成山了，我们小瑞宝也要为妈妈分担一部分呢。瑞宝从竹子堆中挑了一颗最顺眼的竹子，躺在一边就啃了起来。
瑞宝吃竹子时，爱宝就一直看着瑞宝，感觉瑞宝手里的这根竹子越看越顺眼，而瑞宝也是越吃越香，这就让爱宝很疑惑了。这批竹子的口感明明很一般，难不成瑞宝刚好捡到了鲜嫩多汁的竹子？爱宝越想越疑惑，最后实在忍不住了，他把手头的竹子撇到一边，然后一步步接近瑞宝。爱宝张口仿佛是在说：“快给妈妈我！你还小，这竹子你吃不明白的。”说罢便拽住竹尖吃了起来，把嫩叶子全都捋了下来。瑞宝也很无奈啊，表示小爱就是个吃货，还从女儿这里抢东西吃。不过爱宝马上就发现不对劲了，这竹子压根没那么好吃。瑞宝这傻小子还年轻，还正长着身体，也没吃过好东西，所以见到啥都新鲜，见到啥都想吃进嘴里。爱宝摇了摇头，离开了小床，剩下的竹子都留给瑞宝去解决吧。只不过爱宝离开后，瑞宝这里有种像是在吃剩饭的感觉。爷爷的爱就是这样的简单直接。江爷爷今天来到园区，看到福宝没有吃什么东西，似乎是没有什么胃口。江爷爷感觉应该是竹子的问题。此时江爷爷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于是江爷爷离开园区，一路小跑。江爷爷来到了爱宝乐园的竹林前。这片竹田当时种植的目的就是为福宝一家用来提供紧急食物的，而现在基本上是用来为福宝和乐宝挑食做准备的，以及爱宝坐月子时总是没有胃口，爷爷便也会来到这片竹田，为其准备一些新嫩的竹子。江爷爷在竹田里一阵忙碌，收获了满满一大捧的竹子。江爷爷扛着竹子越过人群，来到了仓库。因为这些竹子在外面风吹日晒的比较久了，上面有些许灰尘。江爷爷将上面的灰尘进行了清洗，清洗完后，江爷爷便扛着竹子准备给福宝送去。但在此之前，爷爷打算先让福宝回家来休息一下。而福宝此时又在门口和爷爷玩欲擒故纵了，表示爷爷没有小零食，自己是不会回去的。爷爷只好妥协。爷爷将福宝哄回来了后，自己去到室内园区为福宝放置刚才清洗好的竹子。而此时福宝就在门口等着，哪也不去。爷爷走之前还跟游客们开玩笑道：“福宝马上就出来，如果福宝不出来，自己就替福宝出来。”爷爷离开后，福宝从通道门口走了出来。这次福宝出来后，径直来到了小亭子上。接着，福宝拿过爷爷准备的竹子，开心的吃了起来，说明爷爷刚才采摘的竹子深得福宝胃口。忙碌完福宝后，爷爷坐在了爱宝和瑞宝、辉宝的监控器前，拿出自己的小日记本，开始记录爱宝以及瑞宝、辉宝今天的状态。这个日记本是江爷爷的第41本，从福宝出生到现在，江爷爷一直都保持着这个习惯，里面记录着他们的日常以及对他们未来健康长大的期望。送头又收不回去熊了，今天是3只。辉宝在树下惬意地吃着竹子，瑞宝在树上已经开始打呼噜了。通道门打开，姐妹俩就当看不见吧。早上出门，瑞宝、辉宝今天都没有依恋室内园区，姐妹俩开开心心来到室外园区，一起爬上小树。瑞宝抱着辉宝，将辉宝留在怀里，上演着姐妹俩情深似海的画面。瑞宝表示自己简直不要太爱自己这个妹妹，怎么都稀罕不够。姐妹俩合理划分着小亮台的位置，一起趴在小亮台上晒着太阳，这画面感尽显岁月静好。姐妹俩在树上一趴就是1个小时。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，以为瑞宝、辉宝会回室内呢，没想到瑞宝、辉宝这时并没有回去。辉宝这里四仰八叉的躺在通道门口里，为了不让爷爷给门关上，辉宝故意留一条腿在外面，给老宋头拿捏的死死的。今天不仅瑞宝、辉宝没回去，就连爱宝也没回去。今天爷爷们给室外的竹子放的有点多，爱宝迟迟没有吃完。爱宝向来只有将竹子全部吃完时才会去想别的事情。瑞宝在树上，辉宝守在通道门口，爱宝在吃着竹子。老宋头站在门口苦苦呼喊着，一直喊到爱宝吃完竹子。爱宝路过辉宝这里，爱宝的感召能力莫名的就给辉宝带走了。爱宝走到通道门口时，发现了刚才辉宝在门口留的标记，还停下来仔细闻了一下。而瑞宝这里对于回家看来又成了问题，因为瑞宝这时又睡着了。